2023印尼恐怖大片惊悚来袭，红裙女鬼的每次出场都会让你的肾上腺素狂飙，里面不仅有惊心动魄的人体断头术，还能帮你改掉趴着睡觉的坏毛病。友情提示：本片全程高能，赶紧艾特上你的好友一起报名观看。小美和小丽是一对情投意合的好姐妹，本来和朋友约好一起到外面狂欢，可还没等她们出门，那些喝得烂醉如泥的朋友就不请自来，其中还有一位从没见过的陌生人。小丽以为是他们带来的好朋友，并没有多想，只要和闺蜜在一起就能嗨到爆棚。小美喝得酩酊大醉，本来想到卫生间清醒一下，结果刚吐到一半就被陌生男顶住了要害，小美瞬间被恶心坏了，一把将其推开，然后大叫着跑出了房间。第二天一早，小丽的母亲过来看望时，发现屋内一片狼藉，到处不见女儿的身影，看到梳妆台上破碎的镜子，还以为是她和男友打扑克时造成的。可当她来到卫生间，发现浴缸上残留的血迹时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母亲第一时间联系上小美，问她昨晚发生了什么，可小美却说昨晚回家后，她一直睡到现在，根本没联系过小丽。镜头一转来到1个月后，小丽就像人间蒸发一样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。爱女心切的母亲为了找到线索，向当地最有名的神婆求助。神婆将小丽的照片烧掉后，开始用最古老的方式进行占卜。可当她查出签诗上的意思后，突然变得大惊失色。母亲听到这种结果，更加悲痛欲绝。这天，小丽的母亲将小美约到家里，失女之痛让她憔悴了许多，整个人都变得神情恍惚。进屋后，两人还没说上几句，母亲突然抓住小美的手，逼她说出小丽的下落，并向她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。小美听后瞬间暴怒，一把将她带回了现实。母亲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，一气之下躲进了卧室。可当小美上前解释时，却看到了诡异的一幕：母亲手握尖刀，露出一副凶神恶煞的眼神，怒斥这一切都是小美的过错。小美被吓得落荒而逃。没想到刚跑到楼下就遇到了那位神婆，神婆一脸疑惑地问道：“你朋友是不是生病了？”小美以为遇到了江湖骗子，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，通过对面的玻璃确认一番后，非常自信地离开了。结果下一秒，玻璃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身影。在恐怖片的设定里，恶魔一旦现出真身，说明他的复仇时刻即将来临。这天，猥琐男喝得烂醉如泥，准备坐电梯回家时，突然在走廊尽头看到一个红衣女子。诡异的是，电梯每到一层都会自动打开，而且每停一次，红衣女人就会离自己更近一步。猥琐男被吓坏了，赶紧按下关门键，随之下一秒，女鬼直接出现在身后。猥琐男想要逃跑，却被女鬼一把抓住，直接拽进了电梯。与此同时，小美也从噩梦中惊醒，本来想洗把脸清醒一下，结果发现家里断水又断电。小美转身来到卫生间放水，却在浴缸里看到一个可疑的黑影。她本以为是自己的弟弟，没想到从门外听到了弟弟的催促声。下一秒，一只黑手缓缓拉开了浴帘。在送弟弟上学的路上，小美收到了猥琐男遇害的监控视频。经过反复观看后，她发现猥琐男出事时，电梯外站着一个红衣女鬼。小美凭借女人的第六感，认为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电梯事故。随后，小美在猥琐男的葬礼上赶紧找到那天聚会的朋友，问他们自己走后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可这些人心怀鬼胎的人，谁也不愿提起那晚的事，更不相信小丽冤魂前来索命的说法。离开葬礼后，小帅的女友感到后背发凉，认为小美说的不是没道理。小帅听后瞬间大发雷霆，说他当时并没有参与其中，小丽的冤魂不可能找到自己，看来那晚确实有事儿。小丽的死的确和这伙人有关。就在两人争吵时，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车前。小帅以为撞到了人，可下车查看后却什么也没发现。就在两人疑惑时，那个红衣女鬼再次出现，以诡异的姿势起身后，直接向小帅扑了过去。小帅被吓得不轻，赶紧驾车逃跑。就当他以为彻底甩掉女鬼时，突然接到女友的电话。可既然女友没上车，坐在后座的人又会是谁呢？镜头一转来到小美这边，弟弟被隔壁的噪音吵得难以入睡，直接敲开房门找对方理论。结果对方不仅没道歉，还责怪弟弟打扰他踢球。就当弟弟准备返回房间时，突然在闪烁的灯光下看到一个阿飘，弟弟被吓坏了，赶紧向房间跑去。就在他敲打房门时，阿飘早就追了上来，直到他躲进墙角后，一切才安静下来。这时小美刚好打开了房门，弟弟见状一把将小美拉进屋里，锁上了房门。结果下一秒，
小美看到惊魂未定的弟弟，赶紧上前安慰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小美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，原来是小帅的女友翠花。她将小帅的遭遇告诉了小美，通过这2次离奇案件，让她更加相信小美之前的说法，认为这些就是小丽的鬼魂在作怪。可目前被害死的2人都不像第一嫌疑人，小丽这么无差别的杀人，很快就会找到自己头上。为了摆脱厄运，第2天他们就带着强哥一起找到神婆帮忙。神婆听到几人的遭遇后，被吓得脸色煞白，一眼就看出他们已经被小丽的冤魂给盯上了。根据民间传说记载，只要穿着红色连衣裙自杀的女人，死后就可以回魂报仇。这段时间她会不停的杀人，直到完成所有的复仇计划。现在他们必须找到小丽的尸体，否则谁也都逃不掉魔爪。为了帮他们破解诅咒，神婆决定用古老的招魂术，让小美与小丽进行通灵。因为小美是她生前最好的朋友，这样可以让小丽亲口告诉她尸体的位置。神婆用香火做好标记后，又冲了1碗招魂水让小美喝下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小美大声喊出小丽的名字。几秒钟过后，桌子开始抖动起来，就连身后的台灯也被突然炸碎。小美进入黑暗世界后，终于看到小丽当时被凌辱的画面，在极度痛苦和无助的挣扎，被扔进了充满恐惧的海底深渊。得到想要的答案后，小美很快就回到了现实。不过小丽的冤魂并没有离开，直接附在神婆身上，向他们发起进攻。翠花准备逃跑时，不幸被女鬼一把抓住，直接掰断了脚踝。然后在她背后疯狂的攻击，紧急时刻小美出现将她救了下来。可还没来得及逃跑，神婆突然出现在房顶，向小美发起猛烈的攻击。眼看小美就要被活活掐死，强哥突然出现。神婆死后，翠花也被送进了医院。这时小美决定到小丽家一探究竟，因为神婆刚才说过一切都在开始的地方，而小丽正好也是在家里失踪的。2人赶到后发现房门没锁，刚一进屋，一股恶臭味就扑面而来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仍然保持恐怖片打死不开灯的原则，在房间内进行搜寻。结果刚进入卧室，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：小丽的母亲穿着红裙吊死在房梁之上。原来之前的红衣女鬼并不是小丽，而是她母亲带着所有怨气自杀后，化作红衣厉鬼替女儿报仇。为了破解诅咒，他们赶紧将尸体火化，以为她的灵魂得到安息后就会万事大吉。没想到病床上的翠花突然接到小丽的电话，她瞬间被吓得亚麻呆住，紧接着就上演了一场可怕的功夫瑜伽。很快，小美这边也遭到了袭击。原本在浴室洗澡的弟弟突然安静下来，小美害怕出事，急忙冲进房间，可拉开浴帘后，里面却空无一人。这时房门突然关闭，小美被女鬼一把推进了浴缸，想将她活活淹死。还好她一脚按下排水阀才逃过一劫。结果刚爬出浴缸，又突然遭到弟弟的袭击。小美一眼看出她已经被女鬼附身，立马扯下浴帘将弟弟包住，紧紧地抱在怀里，直到女鬼彻底离开才将其打开。惊魂未定的小美赶紧给强哥打去电话，她认为红衣诅咒并没有彻底解除，现在他们必须找到小丽的尸体，否则谁也活不过今晚。就在小美不知所措时，突然听到水龙头滴水的声音，这让她立马想起之前去小丽家赴约时，刚好听到邻居向居委会反映自来水出现异味的问题，九言劝醒迷途事，一滴惊醒梦中人。小美立马振作起来，通知强哥到小丽家集合。小美提前进入房间后，果然在出水口发现了异物，结果居然拉出一团黑色的头发。看着严重渗水的天花板，她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立马来到楼顶查看，最后终于在水箱内看到了小丽的尸体。就在她哭得撕心裂肺时，强哥也赶了过来。小美让他帮忙把小丽的尸体捞上来，结果却遭到强哥的偷袭。为了掩盖真相，直接将小美推进了水箱。强大的求生欲让她渐渐冷静下来，两个好姐妹以这种方式再次走到了一起。下一秒，小丽的尸体突然转动起来，进入通灵状态后，让小美看到了真相。原来那晚胡子哥将小丽灌醉后，和她强行发生了关系。第二天，强哥看到床上的大胡子，感觉头上顶着一片翠绿的草原。此时，小丽正躲在浴室里哭泣，看到男友后，本想得到一些安慰，没想到愤怒的强哥却将她一把推开。小丽脚下一滑，直接磕在了浴缸上。面对背叛自己的女友，强哥伤心欲绝，并没有上前施救。小丽就这样穿着红色连衣裙含冤而去。这时，胡子哥也来到了楼顶，听到水箱里的求救声，本想上前施救，结果却被强哥拦了下来。小美在水箱里大声说出了真相，原来小丽死后，强哥为了摆脱嫌疑，又将尸体偷偷放回胡子哥的身边。等胡子哥再次醒来时，让他误以为自己用力过猛，杀死了小丽。就在胡子哥不知所措时，强哥趁机冲进房间，将胡子哥狠狠地揍了一顿。这样他不仅教训了渣男，
还轻松摆脱了罪名。面对跪地求饶的胡子哥，他假装帮对方掩盖真相，一起将小丽的尸体扔进了水箱。胡子哥得知自己被利用后，怒气值瞬间爆表，冲上去将强哥暴打了一顿。就当他准备杀死强哥时，突然听到小美的求救声，胡子哥放下屠刀，赶紧上前营救，结果却遭到老六的偷袭。强哥成为最后的幸存者，终于露出那张丑陋的嘴脸，以为自己才是最大的赢家。没想到，当他处理尸体时，奄奄一息的小美又突然活了过来。水箱一阵剧烈的晃动后突然爆炸，然后直接向强哥砸去。下一秒，被小丽附身的小美以诡异的姿势从水箱爬了出来。强哥看到恐怖的一幕，拔腿就跑，可无论他跑到哪里，都会被小美拦住去路。面对无路可逃的强哥，小美狠狠地关上房门，将所有的怨气全部释放出来。就当他准备彻底除掉这个人渣时，强哥再次利用泡妞大法征服了对方，趁机给小美来了一刀。就在小美即将被干掉时，小丽的鬼魂突然出现，直接抱着强哥向后退去，一起跳下了高楼。大千世界善良与邪恶并存，相杀相爱的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。电影最后，小丽的灵魂得到安息后，红衣女鬼的诅咒也随之消散。让人惊讶的是，掉下高楼的独眼神婆居然奇迹般的复活了。